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西奇采治所著的《告别凌乱，不再疲惫的整理术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如果不按照这个顺序整理，一辈子房间都会乱糟糟；第二，按照这个方法整理，就能打造一个不再凌乱的房间；第三，多年无法丢弃物品的我，瞬间学会放手的3个神级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如果不按照这个顺序整理，一辈子房间都会乱糟糟。其实收拾不好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整理的顺序错了。一开始整理，很多人就会想买收纳盒、收纳箱、架子等收纳用品，但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误区。如果这样做，很可能会把现有的不需要的物品也一并塞进去，结果就会出现我到底放哪儿了这样的情况，找不到东西又重新买新的，于是无用之物越来越多，管理的成本就越高。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，收纳箱本身甚至也可能变成无用之物，因此整理时绝对不能弄错顺序。那么具体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来整理呢？在这一部分中，我们将来看一看许多人容易犯错的正确整理顺序。整理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，如果凭自己的感觉去做，不学习任何方法就开始整理，往往很难成功。所以让我们一起认真学习正确的整理方法。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科学上正确的整理顺序是，在整理前后拍照记录。在开始整理之前，有一件事情是大家一定要做的，那就是拍照，让现状可视化，把现在家里的状态如实的拍下来。不仅是整个房间，连衣柜内部、抽屉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要拍。清楚的认知整理前 before 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。如果整理前的状态越糟糕，那么通过整理所获得的整理后的成果就越是无可替代的宝贵。照片无论好坏，都会客观地呈现当下的真实状态。其实在整理这件事当中，拍照这一步的心理门槛反而是最高的，让整理不断推进下去，这正是拍照带来的巨大好处。因此，为了客观地看清整个房间的状态，请一定拍照并保存下来。通过照片，你会发现很多问题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当然找不到想要的东西，原来自己买了很多重复的物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建议把拍下来的房间照片分享给朋友，也许会感到害羞，但正因为展示给别人，我们才能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现状。理想情况下，应该把所有房间、水槽区域、衣柜、玄关等所有地方都拍下来。不过如果实在做不到，也没关系，一开始只拍厨房或客厅等最想变干净的地方也可以。觉得乱到不忍直视，接下来是第2个科学正确的整理顺序是，明确理想房间的形象。无论做什么，目标和终点都非常重要。大家整理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？不正是为了获得理想的生活方式吗？那么，什么才是你的理想生活？如果没有理想生活的具体画面，就无法设定整理的终点。因此，首先请在心中描绘理想房间的样子，这个形象在决定留还是丢时，在考虑物品摆放位置时，都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。如果没有清晰的生活愿景，就可能连不必要的东西都留下，物品摆放也随意草率，好不容易整理好的房间也会再次变乱。当然，被问到你想怎样生活时，马上回答并不容易，因此建议先用文字写下来。比如，我讨厌现在的什么状态，我讨厌现在怎样的自己，想成为的自己，往往就在不满的背面。请找个时间，认真思考一下，你想生活在怎样的家里。当你大致想象出整理后的生活画面后，请立刻在日历上写下整理的结束日期。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个科学正确的整理顺序是，连续2周，每天早上只整理10分钟。很多人即使拼命想整理，却始终整理不好。在这里，希望大家先明确一点，你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整理？
现代人都很忙，不可能把大量时间都花在整理上。工作、家务、照顾父母、育儿，事情堆积如山。有些正在带孩子的人，甚至连1分钟、1秒钟喘息的时间都没有。但是请想一想，有没有那种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的情况？比如刷手机、上网浏览，回过神来发现已经过了很久。这种情况几乎每个人都会有，只要认真找一找，其实总能挤出一点整理时间。在能力范围内，把这些零碎时间用在整理上。整理的开始不需要很久，哪怕只有10分钟也可以。例如有孩子的家庭，生活一定以孩子为中心，那么可以选择孩子起床前或放学回家前这类相对容易行动的时间段。尤其推荐的是早上，因为早上自己和家人都有出门时间这个截止点，在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，判断和行动速度都会更快。相反，不太推荐晚上整理，因为经过一天的疲劳，大脑判断力会变迟钝。因此，哪怕只有早上10分钟，也请开始行动。早起后的这10分钟非常重要。发呆看手机是10分钟，整理也是10分钟。同样的10分钟，是否付诸行动，会让你的早晨发生巨大改变。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，这10分钟一定要设定明确目标，不要只是模糊的想早上整理一下，而要具体决定，今天早上10分钟一定完成这个，必须清楚知道终点在哪里。如果10分钟内达成了自己设定的目标，那就很好。如果没达成，可以尝试把目标设得更小，或者稍微提高效率。这样一来，整理就会带来完成感，不断累积10分钟也能做到的成功经验，自信也会自然增长。比如，整理厨房的一个抽屉，整理鞋柜的一层，给衣柜里的衣物做一次分类。不要一开始就设定整理整个厨房抽屉，或整理整个鞋柜这样的大目标，否则一旦做不到，就会对自己失望。关键在于设定10分钟的小目标，确实完成它，然后每天坚持累积。尤其在整理初期，目标一定要设得尽量小。当10分钟结束时，如果完成了目标，你就可以真心地夸奖自己，哪怕只是一个小目标，完成之后也会突然意识到，原来这么快就能做完。当你能够稳定做到早上10分钟整理后，可以逐渐延长时间。当然不必勉强自己，但你会发现，其实生活中可以集中整理的时间比想象中多。一开始每天10分钟就足够，只要一点一点累积，在45天内把房间变成理想状态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用这个方法整理，就能打造一个不会再次凌乱、不再反弹的房间。好不容易辛苦整理完，如果很快又变乱，那就失去意义了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在整理完成之后，持续保持整洁的状态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按照这个方法整理，就能打造一个不再凌乱的房间。第一个方法，把动作次数降到最低。能够长期保持整洁的人，其实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解决了用起来不方便的问题。请回想一下你的厨房，保鲜膜、保鲜盒、调味料是不是伸手就能拿到？想打扫时，清洁工具能马上取出来吗？当需要的东西放在容易拿的位置，用起来不方便的问题被改善后，整洁状态就会自然维持。什么叫动作次数？所谓动作次数，就是为了取出或放回一个物品所需要的步骤数量。很多人会觉得稍微麻烦一点也没关系，我忍一下就好。但这种忍耐的累积，会慢慢变成压力。放任不方便，其实就是在不断给自己增加试炼。长期下来，当然会觉得累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减少步骤，建立一个不觉得麻烦的系统。第2个方法，从我觉得哪里麻烦开始观察，试着用一个视角去看家里。我在这个家里，哪里觉得麻烦，哪里让我不舒服。例如厨房，本来应该是高频使用、最好零压力的地方，但你可能会发现，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放在这里？
第三个方法，减少动作次数等于减少压力。请试着用动作次数这个角度，重新审视你每天的家务。如果动作次数减少，生活是不是会轻松很多？即使重新调整收纳结构需要30分钟，但从1个月来看，省下的时间和精力会远远超过这30分钟。尤其是高频使用的物品，一定要重点优化，减少拿取步骤，减少归位步骤。第4个方法，一个关键原则，沿着动线摆放物品。推荐一个非常有效的思考方式，把物品放在人在家中移动的动线上。也就是说，做饭时，手会自然移动到哪里；打扫时，你会走哪条路线；回家后，你通常把包放在哪里。把物品放在你自然会经过的路线上，而不是放在理论上合适但实际上难拿的地方。这样一来，取用顺手，放回也顺手，整洁自然维持。整理的真正目标不是看起来整齐，而是用起来轻松。当麻烦消失，凌乱就失去了发生的土壤。例如，厨房最上层柜子干脆决定不用，鞋柜里每双鞋之间留空隙。留白等于生活的余裕，不靠干劲，靠习惯。房子不是整理一次就结束，关键是把整理变成日常习惯，而不是一次性大工程。真正有效的是，把整理嵌入日常生活。特别建议，把你最讨厌、最容易拖延的事情优先放进碎片时间，因为人会自然去做喜欢和擅长的事，真正需要安排的是讨厌的事。不反弹的核心逻辑。沿动线设定固定位置，留出20%至30%空间，不等干劲，建立习惯，利用碎片时间，多做顺便家务与组合家务。整理的本质不是努力，而是减少阻力。当系统顺畅，凌乱自然减少。别把麻烦留给明天的自己。你今天觉得讨厌的事情，明天的你一定也会讨厌。为了让明天的你能微笑着开始一天，尽量做到当天的任务当天完成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常年无法丢弃的我，一瞬间放下物品的3个神方法。方法1，放下现在不需要的东西。很多人不擅长丢东西，但现实是，想真正开始整理，必须从放手不需要的东西开始。准备好垃圾袋，不断丢弃，有时会觉得心累，这时可以换个想法，这不是垃圾，这是成果。如果把垃圾袋看成成果袋，那代表你做出了放手的判断，你成功了。优先处理2类物品，早就想着总有一天要丢的东西，明显现在不用的东西，因为这些大多只是惰性留下。判断标准只有一个，现在需要吗？以后也许会用，那个以后什么时候来？没人知道。即使真的有一天需要，到那时再买也可以。为了一个不确定的也许，占用现在的空间，不是很浪费吗？方法2，明确自己的标准。当明显的垃圾处理完后，接下来要做的是，为每个空间思考理想的生活方式。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放下期待，保留希望，丢掉应该怎样的压力，保留如果这样就好了的愿望。没有统一的丢弃标准，对一个人来说是必需品，对另一个人可能只是杂物。例如厨房，单身人士，有孩子的家庭，需要的东西完全不同。比如电热铁板，单身可能几乎不用，大家庭却非常实用。因此，最重要的是建立，只留下对我来说必要的标准。这个标准不仅用于丢弃，也用于购买。也就是说，只买真正需要的，无论放下还是获得，都要以理想生活为判断基准。方法3，从小地方开始。很多人一想整理整个家，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专业整理师都建议，从尽可能小的空间开始。原因很简单，小空间更容易完成。一开始就挑战大空间，很容易半途而废。人一旦觉得太多了，看不到尽头，就会想放弃。但只要开始了，就一定有结束。而结束越快，成就感越强。整理也是一样，一次次我做到了的积累，
会变成自信。推荐开始的地方：冰箱、餐具柜、厨房储物柜、卫生间、鞋柜、洗手台区域。哪怕只是一个厕所变干净，都会带来巨大的成就感。然后把这种成就感当作燃料，继续整理下一个地方。其实整理房间，整理的从来不只是物品，更是在整理自己的生活。当我们学会丢掉不需要的东西，减少生活中的麻烦步骤，把物品放在最顺手的位置，生活也会慢慢变得轻松起来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